以太坊怎么爆拉了？以太坊 ETF 要通过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在昨天一天的日线就拉升了将近20个百分点，非常的不可思议。我们可以发现呢，以太坊它也顺势突破了趋势线。那我们都知道，以太坊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行情呢，它都是属于比较弱势的，至少相对于比特币来说。不过你可以发现现在呢，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消息面了。我们可以先看到，我们即将在5月23号，也就是即将在2天后，就会迎来以太坊现货 ETF 会不会通过最后的审判。那么这一天如果通过了，会对以太坊盘面呢造成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过去2-3个月甚至3-4个月的时间呢，市场大多数的人呢，综合判断呢，都是不认为以太坊它可以在5月23号就通过了。不过现在这个状况呢，是很有可能被改变了。那比特币呢，也顺势跟着暴涨了。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谈到，我们是在6万左右去抄了比特币现货的底。那当然呢，这个是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谈到。之前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现金，所有可以动用的现金都已经梭哈进去了。那现在的这些现金呢，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这一波如果再上去，很有可能是这轮牛市最后一段的上涨。那我自己就把我现在能榨出来、能借到的所有钱，房贷、车贷啊，这种能榨出来的所有钱，全部都给榨出来，最后一点点榨出来，然后拿去抄底比特币。因为我们当时有谈到6万，很有可能就会是这一轮回调的底部了。那我们可以发现呢，我当时在60700啦，6万左右啦，6万2左右了。你可以看3000、2000、1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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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时6万1这边也抄底了6000、3000、9000，然后6万1抄底了2700，然后这个地方6万1抄底了1万8、1万6美金这单位都是美金。然后这里5万9700、59680抄底了1万1，然后59680抄底了3万，59680抄底了8400。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在59000多到62000出的位置呢，疯狂的抄底这是真的是最后一点钱其实之前有些人可能会误会我们呢，有些人可能会误会说一天到晚就这个怎么就这个晒仓位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说什么你很有钱什么？并不是的，我们想表达的只是我们的分析呢，我们影片的分析，或者说影片里面分享的操作，我自己都会拿我自己的真金白银去做的。而且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我是真的有去贷款，对，我是真的有去贷款，我是把我的所有，我的全部都压注在这个牛市上面。那你可以想想看是哪些人的话会比较可信一点，这就可以给大家去做判断了。这才是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我们有钱什么鬼，并没有了，对不对很有钱的人他也不会去这个把自己能榨出来的所有钱都榨出来，然后去买入现货。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一样可以提币。而且这两个活动你可以同时参加，这真的太优惠了，因为现金的活动真的太少了。那其实这一次最主要的变化呢，就是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的几率。因为我们即将在2天后，我们就要发生这个消息面了。那我们之前一直有谈到这个ETF 的分析师叫 Eric 还有James 呢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 James 他们两个分析师都是非常有名的，都是市场非常瞩目的焦点他们在昨天也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其实就在几个小时之前，5-6个小时之前，他们把以太坊现货 ETF 在5月23号通过的几率呢，从原本的25个百分点拉升到75个百分点。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太坊它的盘面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呢，他们有听到一些谣言认为 SEC 有可能会在这件事情上做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今年是选举年
在今年的11月，美国会迎来总统大选。那当然，拜登他当然会不想得罪这些希望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的这些人，所以他们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180度的大转弯。那现在呢，大家都在紧急应对啊，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认为不通过的几率绝对是比较大的。那目前的 Eric 会保持通过的几率啊，在75%，除非又看到了更多的证据啊。其实75%已经很高了，也就是基本上通过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它里面有提到的 James， 其实 James 我们也提到过非常非常多次。他在6个小时之前，好，这里我认为就非常关键哦。他这段话呢，可以为我们后续的操作有很多指导的价值。你可以看到6个小时之前他有提到，他也是把通过的几率提升到了75%。不过总共有2个文件，一个是 19B之4， 那这个是在5月23号非常有可能会通过的。但是通过 19B之4其实不够，我们还要通过一个 S1 的文件。这个 S1 的文件通过了，以太坊现货 ETF 才能正式在美国的股票才可以正式的交易。那么最后一句有提到19B之4在5月23号即使通过了，这个 S1 呢很有可能要再延后个几周，甚至延后个几个月才会通过。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以太坊现货 ETF 它是一个实质性的利多，也就是当它可以交易之后，就会有很多场外原本在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就会涌入到加密货币市场。那如果 S1 没有通过之前呢，这些传统金融的资金就没办法进入，也就是我们现在炒作的就是19B之4非常有可能通过的这个消息。那我们要有实质的资金流入呢，要有 S1 通过。其实 S1 的通过呢，如果延后个几个月，它才更符合比特币在过往牛市的周期。也就是比特币它真的要走到了牛市的末期的时候，以太坊它才会开始很猛烈的开始上涨。那这就符合我们过往的周期了。那其实这个观点呢，也不是 James 先提出来的，是这个SEC 的这个 Nate， 他其实在5月20号就有提到了。当然这个我当时有看到了，不过当时我就很快就把它给浏览过了。那我认为以太坊它接下来的盘面呢，比特币之前走过的行情有很大的指导价值，因为比特币它就通过了 ETF， 那以太坊接下来要通过你可以观察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比特币通过的行情是怎么走的？当时我们在通过之前，大家都在炒作要通过了，这就是以太坊现在的状况只不过这个时间呢，被夸张的压缩到只剩下3天的时间之内。那么比特币在过去一段行情呢，也就是在 ETF 即将通过之前开始疯狂的上涨，反而在当时宣布要通过的时候呢，比特币是没有波动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通过之前呢，疯狂的炒作，然后上涨了70-80个百分点。那通过的当下反而是没有波动的。然后再来就要看到我们正式交易的时候了。正式交易开始的时候呢，由于灰度的抛货，那么大家不要忘记灰度不只持有比特币，它一样也持有以太坊，所以到时候在比特币出现的状况很有可能会复制到以太坊的走势上。那当然等到灰度的抛货结束过后呢，资金流入就会让当时的比特币还有到时候的以太坊有一波很显著的拉升。不过我们都知道要正式上线呢，需要 S1 文件的通过。那我认为过往比特币的行情呢，就有很大的指导价值了。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对了，你可以看一下当时有人在下面说这个6万的铁底是谁说的呢？就是我说的，因为我当时有说，他也帮我证明了，对不对？我不是自己讲的，他帮我证明了，10天前嘛，对不对？感谢你帮我证明了，所以我就在那个位置抄了底。好，非常感谢你。好，拜拜。